我发现呢，外国人有外国人自己的崇洋媚外。最近我和早达的同学家长见面，听说他很多同学都在上网球、芭蕾舞，甚至马术这些兴趣班。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咱俩咋的也得给孩子选其中一个报上。大胖媳妇听完就是一顿否定，她说学骑马干啥呀？去北大自主招生，老师说你才艺呢，孩子说我才艺在楼下拴着呢。保安怕我才艺撂蹶子，他说我看啊，莫不如咱学点实际的。我来中国之后还真发现了几个对老外来说非常非常酷的民间才艺，比如说珠算、快板，还有前一阵我带孩子刚学的那个广场书法。我说哎呀妈，这才艺珠算我都忘了。大胖媳妇说我会，最近俺们学校有个外教研究珠算，我还跟他研究呢，人那玩意儿是有口诀的，可神奇了。我现在基本入门。我说来，我现在给你买一个，你给我算来，算盘到了。大胖媳妇说你现在随便考我一个问题，就比如说5乘以5等于多少？1乘1，2乘2，3乘5，去2，25。哇哦！但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抠，他觉得网球那些看似洋气的爱好太费钱。但我还是给早达报了网球。第一节网球课，我同事还去跟拍了。早达带着拿铁去上的课，回来大胖媳妇一看拍的那个视频，心都滴血，因为每打完100个球，教练就会喊暂停、捡球、休息一下。早达和拿铁都是小孩，60分钟的课捡了17分钟的球。大胖媳妇说你算算这损失了多少钱？于是他拿出了他的算盘，自己捣鼓。你看啊，60分钟的课600块钱，那1分钟是多少钱？上1下5去4，1去9进1。乘以1加5至4，1去9进1。就是珠算呢，珠算了很久，终于算出来了，1分钟10块钱。那捡球17分钟赔了多少钱？珠又算了很久，170。珠疯了，于是大胖媳妇带着张拿铁出动了，整治了网球行业。他看到的是省钱，我看到的是孩子出那么多汗，脸都长小疙瘩了。还好我给备了海龟爸爸祛痘青春水，青少年专研护肤品，以酶祛痘更温和，上来就对痘痘，精准贴脸开大，湿敷几次小脸就滑溜了，还是大牌同源成分，1瓶顶3瓶，我皮肤不好的时候也能用。早达的第2次网球课，全家出动，到那儿第1次打完100个球，教练说暂停捡球。大胖媳妇行动。我妈本来说不捡，大胖媳妇跟我妈把账一算，我妈你可真有招。哎呦我的妈！40多秒全捡完了，早达重新开局100个球。大胖媳妇焦灼等待之余，突然灵机一动，跟我妈说：“谁规定的咱们要等教练喊暂停再去捡球啊？1寸光阴10块钱，他们打他们的，咱们捡咱们的。”拿铁和我妈说：“对呀，10块钱。”于是他们仨跟在早达屁股后面开始捡球，教练发一个，这边捡一个。怎么说呢？几乎没让球落地。有这仨人的球场，简直像一个电脑游戏，网球消消乐。那球场上明明2个人在打，但是就没有一个球。这球打的啊，早达真是吊着一口仙气儿，干打了1小时，1秒都没休息呀，给教练头发都打白了。可能是用力过猛，也可能是运动过劳。早达上了1节网球课，脚累瘸了，肿了，下不了地了，只能在家休息。医生说我最快7天好，最慢2周好。2周是4天。哎，我远在加拿大的小姑子好可怜，她在加拿大等着做缩胸手术3年了，还没排上呢。原因是还是不够大，有比她更大的还没做呢。我这小姑子就是上次在我女儿的儿童泳池里不慎溺水那个，她是个E杯，照理说不该溺水，因为这E杯完全能顶救生圈。不夸张的说，她的胸和我脑袋差不多大。她家就是有这个璀璨的传统。我大胖媳妇呢也是很婀娜的，4尺8的水蛇腰上正经也顶着个 C 杯呢。但是呢，这个部位的脂肪确实给我小姑子造成了很大的负担。我还不理解，我说多好啊，你是童颜巨胸，我是巨颜童胸，70年生人的脸顶着个00后的胸。但是他很真诚的说，他说他这个胸啊就太沉了，对他的胸椎脊椎都造成了挤压，就非常痛苦，他必须得去做这个缩胸手术。结果等到今年又没排上，人医生说你前边还有若干个G杯女士在等待手术，他们的情况更迫在眉睫。你说你一个E杯，你的痛苦跟人家 GHIJ 杯比，是不是杯水车薪？我小姑一听也没话了，只能回家等着去。你说谁遇着大忌不得让人走？回来跟我一顿抱怨，最后由衷的跟我说，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没胸的，没胸就不会下垂，没胸就不会下垂。我说你荒诞至极，我虽然没胸是不假，但是我依然下垂。作为一个 UP 主，我身上很多的部位都很大，谁说胸小就不下垂了？当妈的可能能懂，就我以前就心胸是挺空虚的一个人，怀孕的时候呢就胀得非常充实，也有过就 C 杯的巅峰。然后呢生完孩子喂奶的时候就是吃前大吃完小，吃前大吃完小，那一天到晚命运几次的轮回。所以你就看过那个新气球吹了瘪几次以后，就跟我的胸一样，就是有点像什么呢？就像泡了汤的馄饨皮儿，所以作为30岁的女人，我选内衣的时候，核心不只是耳力，还有知天命。我需要把我的馄饨皮儿聚拢起来，但是又不能把那馄饨馅挤稀碎，太累不行。我天天和这个200多斤没大心的大胖媳妇过下去，就已经是被伦理道德束缚的结果了。我不能再被别的东西束缚了。我真心向你们推荐内外这个内衣，兼顾塑形和舒适的内衣。
我一直用内外，这回买了俩颜色。他家新出的这款微笑软支撑内衣，这内衣外面覆盖了3D 一体成型的弧形硅胶，还内置了硅胶条，内外2股力可以一起支撑。而且它这硅胶条是顺着我们身体的线条设置的，扒的就特别稳，不会一动就乱跑。而且还是水滴型的杯垫，很贴合，不会空杯。它真的是我穿过的能让胸型看着最好看、体感又最舒服的内衣。分大小杯穿的，丰盈款和3、4杯款。3、4杯款这个特别轻薄透气，太舒服了。你们穿过就知道了，内外是真好穿。可惜了这一款没有我小姑子那个码，但是我可以找2件内外的大胸款的给她送过去。你谁知道前面还有多少个大 G 呀，对不？所以在排队等待手术期间，有内外这种好内衣，让她胸前的日子横竖好过一点。我女儿在伦敦最近学汉语呢，她和教她的老师都疯了。我女儿在伦敦上这个学校呢，最近课后辅导班开设了汉语课，学校就问我老公孩子参不参加，我老公说参加。我说能有汉语老师教课多好啊，赶紧抓住我！我现在不在孩子身边，他汉语都退化了，不光在学校学，周末把老师给我请到家里来，1对1辅导。结果呢，上周末老师就来到了家里嘛，我在旁边就是视频远程观望，给我逗稀了。我女儿汉语的这点残存的花蕾呢，是铁岭的化肥浇灌出来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她并不知道普通话的本来面目是啥，她认为自己学那玩意儿就是标准的普通话。然后来这老师呢是中国台湾的，这老师也认为自己的普通话属于就是字正汉腔圆。然后呢，老师就问我女儿，糟的，我们今天这样子，我们来复习一下颜色哈。你看今天的天气有没有很晴朗？我就看我女儿当时瞅着老师，心里老困惑了，寻思这老师咋不好好说话呢？有没有很晴朗？然后我女儿说啊，老师说，那你告诉老师今天的天气是什么颜色？我女儿说蓝色。老师说好棒哦，那你告诉老师哈，是什么蓝？我女儿怔住了，思考了片刻，她说袜蓝。袜蓝。老师也怔住了，但是他很有耐性的又问了一遍，你听清楚老师的问题哈，是什么蓝？老师呢也不知道袜蓝是什么蓝，最后就放弃了，跟我女儿说是天蓝的啦。你看到糟的，今天的天怎么样？很蓝有没有？因为今天的太阳怎么样？很什么？我女儿就搁这寻思，今天的太阳很什么？然后说毒。老师一听又愣那儿了。我女儿一寻思，那毒可能不对，想了一下说晒。老师也彻底造懵了，因为这老师他教过很多就一点汉语不会的外国小孩，但那你就得从零开始跟他沟通。我女儿呢好像还能跟你沟通，但是又完全无法沟通。反正老师当时脑袋里应该是袜蓝，然后跟我女儿说是大了啦，今天的太阳很大。我女儿很淡定的问老师哪天太阳小啊？最后老师提前下课了嘛，就是走了。走之前问我老公，就我的普通话怎么跟你女儿对不上呢？你确定她有汉语基础吗？怎么回事呢？然后我老公呢那点汉语也是铁岭学的，所以他也不懂是咋回事。结果老师都走了，爷俩还搁那对题呢，哪不对呢？就天袜蓝，云漂白，现在的太阳湛亮，吃完下晚饭却黑吗？哪儿不对呢？哎，你们知道领一个没有坐过公务舱、没有住过好酒店的外国人出门有多丢人不？我昨天呢又出差参加一个节目录制，这个录制吧，一个艺人可以带俩人，一个叫执行经济，一个是化妆师。结果呢，这次给我当执行经济的小同事呢，家里突然有急事回老家了，我挺着急。我说这咋办呢？我老公说我去呗。我还真找不着人，实在没办法，最后带他去了。到了机场就瞅他，我说哎呀妈，你说你哪有执行经济的样子？他说我进了机场就一直执行的，我也没拐弯啊，没拐弯啊。那刚才身上冒出个老太太，你敢执行？到了机场，客户给订的是商务舱，那他从小到大从来没坐过商务舱。上去之后那个嘴脸呢，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，所有东西喝2罐。人家问他吃啥，他把菜单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问人空姐，这晚餐太贵了吧？牛排鳕鱼都6、700，一个破鸡胸肉还435。空姐说先生，晚餐都是免费的，您看的数字呢是卡路里，是卡路里。然后我俩本来吧不挨着，空姐看我旁边的座位没有人，就把他从前面给调过来了。他坐下之后呢，就喜欢人公务舱发这个拖鞋要带走，然后他坐在11F，他趁人不注意跑回他原来的座9H，脚上穿的是11F的拖鞋，把9H拿回来的和我的拖鞋都塞书包里了。下飞机时候，空姐就要过来跟他说话，他拒绝一切目光对视，装没看着，层层往出走，都上摆渡车了，我都跟不上了。我说你跑啥呀？他说我不穿着那拖鞋呢吗？可能是空姐发现了不让穿走，我装没看着，赶紧跑。我说那你自己鞋呢？他说完了，落飞机上了，落飞机上了。回到宾馆，我才发现他把飞机给的手绢都拿回来了，还把我的精华拿回来了，以为飞机给的呢。我说那是我的夸迪全用4泡，一次1支，贼好吸收。它这个水油同补抗老级修复屏障，看着贵妇但涂起来清爽，效果也不错，适用于多种肌肤，不仅养肤还增弹滋润。第2天上妆避免出油卡粉，4泡的材质充分维持这个水油小分子结构。每次出差我都带上一把。到了酒店，人客户给每一个人开了一个房间，但是大家知道我跟我的执行经济呢就住一个屋就行。我说就开一个房间，另一个就别开了。他说必须开，住酒店订2
俩屋，住一屋空一屋，这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，半夜我都要睡着了，他拿着房卡去不住的那个屋，吃了人家准备的糕点，喝光了酒店的好水，洗了一个澡，拿走了所有洗漱用品和2双拖鞋，最后定了个闹钟，睡了2小时走的。第二天早晨吃了一顿3年没吃过的早餐，去健身房见了一个4年没见过的身，去游泳池游了一个5年没游过的泳，问人家泳池工作人员拿房卡可以免费游不？人家说可以，进去必须穿拖鞋。说巧了，我就没有别的鞋，但是爱占便宜吃亏这个事儿多少是有点依据的。我们出差呢是有餐补的，你得拿着发票人给报销。我工作那天忙就光吃个盒饭，餐补1分钱没用，但只有当天有效。他就难受了，下午5点多钟开始摇人，突然联系他妹妹的小学同学，俩人可能在加拿大就20多年，一共见过3面吧，要找人叙旧。见了面哈，俩人就都不知道彼此姓啥，就尬聊。我老公敬人酒似的，这个加拿大人不多，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更不多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朋友。聊差不多了，人服务员拿扫码机来买单来了，大胖姐咔嚓David，你不要动，你别动，这是在中国。然后就掏出付款码要买单，说开发票。服务员说今天店里机器坏了，开不了发票。大胖姐说虽然在中国，但咱们还是按照加拿大的方式来，更简单，咱俩就正常 AA 呗，行不 David？David 说 AA 可以，但是我叫安茹。吃完饭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不尴尬吗？他说加拿大朋友不多，又少一个。